古人结婚难吗？古代结婚又有哪些繁琐的程序呢？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，结婚是个老大难的事。很多年轻人很难遇到喜欢的人，也恰好喜欢自己，这是主观上的结婚难。婚礼的繁琐程序和诸多准备事宜，这是客观上的结婚呢。因此，现在结婚让很多年轻人望而生畏，甚至不少人会想，一辈子就这样一个人过算了。那么在古代结婚难吗？在上古时期，婚姻制度和今天是不一样的。那个时候结婚不难，无论是群婚制还是抢婚制，婚姻都是非常随意的。确切地说，那个时候并没有严格的婚姻，大家开心就好。但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，一夫一妻制的形成，婚姻就变得重要而繁琐了。古代儒家社会很少有自由恋爱，因为在保守的主流价值观之下，未婚男女很少有接触的机会。古代婚姻绝大部分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这种婚姻中的夫妻双方，在婚礼之前都不一定见过彼此，也就无所谓的喜欢不喜欢了。所以古代的包办婚姻是不存在主观上的结婚难的。那下面我们再来重点说说古代客观上的结婚难，那就是繁琐的程序。早在先秦时期的《礼记》当中，就规定了婚姻的6个步骤，称为婚姻6礼。这6礼分别是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、迎亲。首先来说这纳采，其实这纳采的实质类似于现在的求婚，分为2步，要先提亲后纳采。古人的求婚不需要情侣双方本人出面，有媒婆和家人就够了。在纳采之前，媒人要去女方家提亲的时候，要介绍一下男方的个人情况和家里情况。这个时候，媒婆的3寸不烂之舌就派上了用场，必须要把男方吹捧一番。纳采之后就是问名了。所谓问名，就是托媒人去问女方家的姓名及生辰八字。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惑，问个名字和生日，还要特意搞一道程序吗？找人打听一下不就完了吗？大家可不要小看了古代女子的姓名。未婚女子的姓名其实只有家里人知道，对外都是保密的。即使是在家，家人也只是呼唤小名，像什么大妮、二妮等等。如果你穿越回古代的话，千万不要轻易地问人家女孩子名字，否则会被认为你想娶人家。问名之后，男方家人要找人算上一卦，当然这种算卦一般都会得出一个吉利的结果。如果是结果不太吉利，那一定是你给这算卦的人钱太少了，否则就是男方想以此为借口取消这门婚事。如果算卦吉利，男方就要把吉利结果告知给女方，实际上就是对这门婚事再次表示确认。这一程序称为纳吉，就是把好消息告诉你，后世又称此为订盟。其实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订婚了。纳吉是婚礼6礼中的第3道程序，之后第4道程序叫做纳征。纳征就是男方给女方家送聘礼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给彩礼了。那古人的彩礼要给多少钱？多送点什么呢？按照古礼，这彩礼主要有3类。第一就是选飘，就是用深红和浅红2种颜色组成的衣物。第二是束锦，在当时5匹为1束，也就是要给女方家送去5匹长的锦。第3个东西是栗皮，就是成双成对的鹿皮。现在看来，这古人的彩礼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，还是比较淳朴的。送的彩礼呢，基本上都是结婚过日子的居家用品。当然，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也是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一个表现。就像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，大家送的彩礼呢，基本上也都是水盆、暖瓶、被罩衣服之类的居家用品。而改革开放之后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大家基本就不送东西了，就直接改送钱了。男方送完彩礼之后，女方家也同样要为女儿置办丰厚的嫁妆。这置办嫁妆主要有2点原因。
第一个就是贴补小家之用，让女儿婚后生活更加舒适一些。另外呢，就是嫁妆越多，女儿婚后在丈夫家的地位就越高。这内征之后是不是就要结婚了呢？别着急，还有这第5道程序，叫做请期，就是男方家则定婚礼的日期，备礼来告知女方，民间俗称定日子。这道程序就比较简单了，但是也要算卦，也要送礼。这婚姻的第6步，也是最后一道程序，就是迎亲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婚礼仪式。迎亲礼是古今婚姻当中最为繁琐的仪式，而且还总在变化。但是无论怎么变，无非2类环节。第一类就是家庭关系的确认，比如认亲、斟茶倒酒等等。另一类就是对新人们的祝愿了，比如献祀喜汤、迎教下教、祭拜天地行和锦礼等等。通过以上对古代婚姻6礼的叙述，你是不是也感觉到有点脑袋疼呢？其实啊，无论古今，这结婚都是人生的头等大事，都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啊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